倾家荡产也不能治愈。提醒：这8种疾病其实治不好，别白花冤枉钱。前2天，小区里面的刘大爷在和儿女去医院检查的过程中，突然心绞痛，正好那时在医院排队检查，医生连忙将刘大爷带进急救室，结果查出来之后，发现是患上了心力衰竭这种疾病。刘大爷的子女对此非常慌张，请问医生，这种病症该怎么根治？但其实医生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心力衰竭这种病症是无法根治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可以让患者缓解这种疾病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却无法根治。刘大爷的子女听到这句话，内心无比崩溃，但是只能听从医生的意见去买药进行缓解病症。有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认为，难道不是进行手术就可以做到彻底根治吗？其实对于人体来说，并不是所有病症都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彻底根治的。除了心力衰竭这种疾病之外，还有许多疾病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多的人想着去国外治疗，但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在国内的高尖端医疗技术，还是国外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会花费许多金钱。有些病确实是需要很多钱来治疗，才能达到最终的理想效果。但是以下这8种病并不是通过花钱治疗就可以做到彻底根除的。那么下面给大家说一说这8种疾病有哪些，希望大家在阅读之后可以清楚事实，不白白花费钱来治疗。1、无法根除的8种疾病。有哪些疾病是我们无法根除的呢？第一，心力衰竭。对老年人来说，心力衰竭属于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有很大的可能在心力衰竭产生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并不能准确的发现它的存在，只有当去医院检查或是病症突发的时候，才能感知到疾病的产生。而心力衰竭就是指心脏无法能够快速的将血液传输给每个身体器官。就是说，这种病症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治疗，或者是患者本人的生活方式改变来调节身体。但是在医学临床上认为，这种病症无法根除，只能通过药物来缓解病情的稳定以及日常认真的护理。第二，肺癌。目前有很多人迷恋于吸烟，而长期的摄入尼古丁等一系列物质对肺部的健康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严重可能会出现肺癌的情况。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肺癌是一种致命的癌症，通过全球卫生组织调查发现，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在全球领域内最高的。虽然说现在的有一些治疗和化疗的手法可以稳定住肺癌的发病，但是却无法根除身体内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肺癌在当今的医学领域也被称为极难根除的癌症之一，而且死亡率也偏高。第三，乳腺癌。这种疾病主要是针对于妇女来说非常严重，上了年纪的女性都会由于家里琐碎的事情或是一些影响心情的事情，让情绪起伏不定，到最后就形成了乳腺癌。所以这种病症也被人们认为是生气得的病。而乳腺癌是乳房内恶性肿瘤演变而生的癌症。虽然说现在医学专家或者高端技术都在研究着去解决乳腺癌的办法，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完整根除癌症细胞的手段。但是医生认为，你也不应该一直怀有着负面的情绪去看待这个癌症，只要患者积极的去配合医生治疗，5年以上的临床是有很大的生还率。第四，类风湿性关节炎。许多老年人关节都会出现疼痛、肿胀的情况，而这种疾病属于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目前有许多具治疗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办法，但是却都无法根据这类疾病的产生，包括有一些针灸、拔罐等方式来缓解关节疼痛，但是也没有办法让患者永远摆脱关节炎的困境。第五，帕金森病。帕金森这种疾病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脑部疾病，其实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出现的运动障碍和脑部认识障碍问题。而且这种疾病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对患者家属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虽然说在临床上已经研究出可以缓解这种疾病发作或是缓解认知障碍问题的一系列药物，但是却没有办法彻底改变患者的状态和认知功能，没有办法解除这种疾病带来的生活问题，那么对患者的生活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第六，自闭症。自闭症主要针对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病，主要是因为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所导致的。这种病症主要表现为社交能力缺陷和沟通能力缺陷问题。
以及固定重复性兴趣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第七，高血压。高血压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一种慢性疾病，虽然说我们看上去这种疾病并对人体没有产生什么本质性的危害，但是它潜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比如它带来的并发症对人的身体也是有巨大危害的。但是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并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去治疗这种疾病，只能通过药物缓解和患者本身改变良好的生活方式来降低血压。第八，糖尿病也同样属于一种慢性疾病，主要是因为胰岛素分泌或作用障碍而导致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病人需要通过注射胰岛素或口服液来缓解这种病症带来的负面影响，调节血糖指数。各方面的医学专家都在努力的去寻找解决这种疾病的方法，但是却无法寻找到正确的路径来根除，只能通过药物或是注射液来减少疾病的产生或是对身体的负面危害。二，怎样才能远离看病时上当受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时候你去医院看病或是去诊所治疗的时候，医生或是护士都会把你的病情无限夸大，然后让你购买药物产品，甚至你有的时候去药店都会碰到业务员在那里为你推销着各种保健产品等等，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随着现在医疗技术和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有很多人会在医疗过程中碰到陷阱，因此我们时刻都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去一些小诊所或者是药店的时候，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下面为大家提供一些在看病过程中的建议。首先，我们应该选择正规合理的医疗机构进行身体检。我们检查身体，在选择医院和诊所时，一定要确保这个机构是政府批准执行的。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网站查询或者亲朋好友询问等方式来确保它的安全性、可靠性。其次，谨慎对待广告宣传。有些诊所或小医院对广告宣传尤其重视，他们会在广告中掺杂着夸大其词的词汇或者虚假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的去看待。在接受某种药物或是治疗时，我们应该去询问专业的医生，确保我们所服用的药物对身体是没有副作用的。再者，注意个人隐私不要泄露。大家在有些时候填写自己的信息或者联系方式时一定要注意，确保自己填的信息不会被泄露。比如我们在就医过程中可能会去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我们不要轻信任何人，而且要关注医院的信息保护措施，确保自己的病历和个人信息不被泄露。最后，要保留证据，及时提供信息举报。在接受治疗或者开药时，一定要保存好病历和发票、处方说明书等有用证据，一旦发生纠纷，我们可以通过保留下来的证据来反击。同样，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或无法接受的待遇时，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和举报。可以通过电话方式、书面方式和口头方式来举报有关部门的不良行为，或者寻求消费者协会等一些机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三，人们怎样保持身体健康？既然说到了这里，那我给大家提一点关于保持身体健康的建议。第一，要保持合理的饮食。保持身体健康，就要做到正确的饮食习惯，要保证每天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准确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避免摄入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以免产生过度肥胖或是暴饮暴食的情况。第二，适量运动。运动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最重要一环，适量的运动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能力，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而适合我们的运动项目包括慢跑、快走、散步、游泳、太极、瑜伽。也要保持运动的适度和持续性。对于正常人来说，每周保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三，保持充足的睡眠。睡眠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方式，充足的睡眠有助于恢复身体的能力，提高免疫力，特别对儿童来说，还能促进身体发育。成年人最好保持7至9个小时的深入睡眠时间，避免熬夜或睡眠不足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可以营造一个睡眠舒适的环境，保持室内温度适中、噪音少且光线柔和的区域。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有些疾病是我们无法根除的，就像以上为大家所说的8种疾病。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患有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患上了这些疾病，也要奉劝他们最好用药物来治疗。
不要盲目的去选择手术等一系列危险且无用的治疗方式。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身体的健康，在就医阶段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轻信他人，以免上当受骗。